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房地产啊。房地产最近很落寞，那大家呢都在关注股市啊，都在享受疯牛的估值泡沫啊，没有多少人理会房地产。那这次的放水呢啊，确实跟以往也不太一样啊。以往呢主要都是往房地产里面跑，那这次呢啊，好像是大量的往这个股市里面钻。在房地产这一块呢啊，也就新房摇号这一块，新房这一块还比较热络啊，就靠着这种一手房和二手房的差价啊，就是摇到即赚到的这种预期啊，还有点热度。当然也有人说这波股市涨完以后啊，房市就开始涨了，就跟15年一样啊，15年就是先有疯牛，然后就是股灾，对吧？股灾完了以后，这个房价开始全面上涨啊。那有人认为这次也一样。那好，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啊，我们先看一下一则新闻，就是泰禾集团首支公募债的违约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泰禾集团这个公司？那以前呢有个节目啊，我介绍过这个泰禾集团这个公司。当时呢是因为它的开发了几个楼盘啊，就是叫北京泰禾院子、杭州泰禾院子，还有深圳泰禾院子这个业主维权事件啊。因为当时这个交不了房，业主去维权，那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那泰禾集团呢，可以说也曾风光过啊。它是在2010年上市的，也是当时唯一的上市的房地产企业。那在2017年的时候呢，它的销售顶峰曾达到过上千亿的规模。然后在2018年呢，它当时的目标是定下了2000亿的规模啊，当然最后没有实现。那在全国房地产的排名啊，在当时达到过前20。那泰禾集团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来啊，就是规模最大的违约房企啊，所以它有一定的信号意义啊，有一定的指向意义。这次公募债这个违约啊，对它在这个融资市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啊。大家知道这公募债啊，一旦违约以后啊，那想在这个融资市场上再融资就非常困难啊。你其他的债务都可以逾期，都可以拖着啊，但是如果公募债一违约，那基本就是放弃求生了啊。就跟这个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新闻里面债权人士所说的啊，他说这个一个企业无论财务状况多么艰难啊，无论有多少有息负债逾期，哪怕是因为欠薪被员工维权，哪怕是被供货商堵门讨债，也都会将公开市场债权作为最后的底线牢牢守住。那如果公开市场债券违约，在资本市场再融资这条路基本就断了啊，所以大家可见这个公开市场债务的这个违约啊有多严重。不过就算泰禾集团这样了啊，也依然不影响在股市里面它还有160多亿的这个市值，而且最近还来了个3连板啊，连续3个涨停板。那我们接着呢就重点说一下这个公募债啊，公募债违约带来的影响啊，顺带呢也算是一个金融知识点啊，给大家稍微展开讲一下债券市场的一个概况。这样以后呢看到类似的新闻你就能理解是什么意思。那大家来看这张图啊，这张图非常不错啊，我找了好多图终于找到的。这个图呢就是债券市场的一个分类啊，就是这个分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啊，大家看大概是这么2大类。那在这个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市的债券呢啊是公司债啊，大家看到这个审批机关呢是证监会。然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的债券呢，大概一共就是3大类啊。第一类是这个短融，也就是存续期1年的债券，还有第2类是中期票据，大概存续期是3年到5年的啊。这次这个泰禾集团违约的就是3年期的这个中期票据。然后第3类呢就是这个企业债券啊，大家可以看到审批机关啊，企业债券的审批机关是国家发改委，然后短融和中票那块呢，这个审批或者说注册机构呢是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交易商协会。那企业债和公司债有什么区别的？就企业债呢一般都是国有企业发行的比较多啊，然后审批机关是发改委。那公司债券呢一般都是这个上市公司发行的多啊，审批机关是证监会。然后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承销商啊，承销商稍微有点区别，就是在这个人民银行所属的那条线上，是22家银行和12家券商可以去承销的。然后在这个企业债和公司债啊，承销商基本都是证券公司啊，所以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分类，一个差别。然后债券市场当然还有别的分类啊，分为利率债和这个信用债啊。利率债嘛，就是国债啊地方政府债券啊，还有这个政策性金融机构，比如国开行发行的债券啊，这都属于利率债。那信用债啊，就是那些企业债啊、中票啊，这都属于信用债啊。所以债券市场给大家简单讲一下。那不管是在这个交易所债券市场，还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啊，只要是在这2个公开市场上面这个上市的债券啊，尤其是公募的债券，像短融、中票、企业债、公司债，如果这些债券一旦违约，那基本这个企业在整个融资市场就会丧失信用啊，因为大家满市场都会知道他们这个企业不行了，这个企业融不到钱了，对吧？这个企业遇到这个债务
危机或者流动性危机了。所以这个东西不像私募债啊，这个或者是这个银行贷款，它可以悄摸的啊，悄悄的，比如说先拖着啊，或者在续贷啊，或者逾期啊，你都不知道。但是在公开市场，因为有信息披露制度嘛，啊，你违约满天下的人都知道了，所以说你再想去融资就变得很难。好，这个是给大家稍微拓展了一下债券市场的一点知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泰禾集团这次债券违约的一个规模和违约的一个结构。它截止到2020年6月13号累计的违约金额呢是273亿。那截止到今年年底呢要到期的债务呢是555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呢就是它违约的这些将要违约将要到期和已经违约的这个债务结构，也就是555亿的一个结构。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分为这么5大类一大类呢是银行贷款这个占比还不多，也就 12.35%。第二大类多就是信托公司，你看258亿，占到 46%。第三大类就是这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个债务 24%。然后第四大类这个是其他其他可能就是有一些私募债这个杂七杂八的高利贷小额贷款公司之类的。然后就是公司债80亿 14.52%。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结构就很能看出问题你就大概知道哪些金融机构要踩雷了或者容易踩雷。它的这个明显就是你看信托这个占比 46%非常高。那大家看这张图你看这个泰禾集团的这个违约涉及的信托机构非常多，大概将近有20多家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中原信托闪国投兴业信托五矿信托，那大量的信托都在这个上面踩雷了。那你再看有些银行涉及的这个股权质押的银行也不少，对吧？也有很多这个25家金融机构各式各样的银行。所以说一家大的房地产企业的倒下这个往往这个牵连的和波及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市场或者当地政府都希望能够救助否则这个一暴雷呢产生的这种连带效应和蝴蝶效应非常广泛，非常可怕。那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小知识就是关于这个交叉违约因为这个中票是这公募债嘛，公募债违约以后它一般设有交叉这个违约条款就是说它这个后面到期的这些债券虽然现在还没到期但是呢他看到这个公募债违约了那他就可以要求这个发行人就是提前偿还债务，或者提前提供这种新的担保就是把这个追索权提前否则的话你想如果这个前面的违约了前面的这个债主去要债了，那后面的人再去这个债权人再去要债可能就没什么东西了所以这个交叉违约条款呢它是用来保护这种这个后面到期的一些债权人的这个交叉违约条款其实还是挺常见的在这个债券市场中。好，这个是泰禾集团泰禾集团现在呢还在努力引入这个战略投资者希望能够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够成功前面谈的这个中国金茂华侨城厦门国贸谈了很多一直到最近的这个万科和中国建筑、保利地产还在谈。那这个呢我值得这个后续关注就如果它能谈成功呢，那就是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最大的一宗收购案如果不成功那就要小心了这意味着整个房地产行业大家都开始谨慎了一方面呢忌惮这个泰禾集团债务规模过大另一方面呢也是对这个后续的房地产市场有一种担忧。所以这个泰禾集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标意义的，值得我们去关注。好那讲完这个泰禾集团呢，我们再聊一聊这个最近的房屋租赁市场的一些变化大家看这个新闻。那房屋租赁市场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最近的其实租赁市场很差这个整个这个租金普降，然后控制的期限也变长控制期限现在有50天，然后一线城市这个房屋租金都是普降。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统计就是今年6月18个重点城市的租赁交易量普遍下滑，平均租金水平同比下降 10.9%， 而且这个租赁需求是大幅的减少，这个房源呢开始控制你看央视呢对这个也做了一个报道就是这个房东呢开始摆摊了摆摊开始招租这个直接绕过中介直接贴在这个告示栏上那还有就是整个这个租赁市场的整个这个一线城市的量价齐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多新闻进行了报道。那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呢？其实这个租赁市场一直是很重要的一个先导指标，因为租赁和收入和就业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如果这个租赁价格大幅下跌往往意味着整个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离开了一线城市可能这个丧失了就业机会所以说值得关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指标啊，就是看一个这个全球的这个租金回报率这个指标啊。为什么要看这个指标呢？因为租金回报率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已经非常极端了，就非常低。比如说北上广深尤其是北上深，它的租金回报率都普遍在 1.5% 以下相比其他的国际大都市呢，相比是非常低的你比如说看这个图，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日本的城市大阪5.91%东京也在5.76%就很多的城市至少是在4%、5%这个水平，包括很多发达国家。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香港就是2.24%上海这个就是1.5%，深圳1.4%，非常非常低其实你如果是在一线城市，你就有感受就是一个售价1000万的一个房子，月租金呢也就大概1万也就是一年12万。那基本意味着什么？这个租售比就是这个租金回报率吧，租金回报率只有 1.2%如果你要说算多少年能回本就是买一个房子然后靠租多少年能回本，那需要80年才能回本所以说这个呢这个非常非常夸张。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如果租金再下跌房价呢如果维持不动甚至上涨，那这个偏离度就会更大。那大家知道呢，我比较喜欢关注这个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背离这个包括股价和基本面的背离你比如说像现在这种疯牛，这个股价越来越飘逸越来越夸张。那我们看马上这个半年报出来那个整个这个实体经济的业绩是非常糟糕的，那股价和基本面的背离就会更大。那房子也是一样，对吧？这个房价和租金的背离也是越来越夸张，对吧？这个租金越来越低，越来越难租出去，然后房价呢还维持在高位。那其实这个房价和租金的背离其实和房价和收入的背离是一个道理它只不过是这个两个表现形式，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因为你租金和收入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租金呢是受制于收入的。你要想这个房租租得高呢，你必须本地有高收入的这种就业机会支撑所以说考虑这个房价收入比和房价租金比，它本质是一个道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这个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有3、4线城市的这个租售比售租比包括一些租金回报率的一个统计指标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多的就是租售比，对吧其实租售比呢是租金比年租金比上售价这么一个比例还有这个就是租金回报率我们说这个租金回报率刚才讲了，就是一线城市就 1.4% 1.5% 这个水平，二线城市大家可以看到是在 2.3% 3、4线城市也不高 2.13% 当然它这个统计可能稍微有一点问题因为我知道有些3、4线城市它的这个租金回报率还是挺高的，没有这么低应该有 3% 以上。然后这个售价比上年租金的这个比也就是多少年能把这个房价的成本收回就是租划算还是这个买房子划算。你看这个一线城市这个售租比达到50多年50多年就是你这个买一个房子，比如说100万这个一年租金呢比如说2万需要50年才能把这个房价收回来，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对经济的这种观察呢，就是说既要把握宏观不管是这种货币政策还是 CPI PPI， 包括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这是社会零售总额这些宏观指标。那同时呢，也要进入这种深入到这种微观的一些现象关注他们微观主体的就业、收入、负债的情况。那有的时候呢，微小的变化其实呢已经在身边发生了但是很多人他没有注意到这种警示信号。那最近呢，这种1、2线城市房屋租赁市场的疲软和租金价格的下滑，其实就印证了这个实体经济的这种艰难。保就业呢，确实已经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很多的这个就业机会可能在一线城市在迅速的消失一线城市的这个年轻人在逐渐离开北上广深但是这次的这个逃离北上广呢它可能不是因为高房价的这种逃离或者是因为生活选择的逃离，它更多的呢可能是因为就业机会的这种迅速萎缩而被迫离开。所以这个就是说资本市场呢现在还是很嗨的资本市场当然可以自嗨但是终究有一天呢，它还是会与实体经济相接轨的未来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大的货币政策的变革那一天那我希望这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呢，它能够对这种实体经济或者就是对劳动者好一点相反呢，对这种资本市场投机的或者对吃利息的投机炒作呢，能够进行一定的遏制因为归根结底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